第一个故事，法外狂徒。 In the receptacle by the swinging doors. And if I don't. 他叫小白，是西部有名的神枪手，人头赏金特别的高。他在破旧的悬崖边找到一个小酒馆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，里面坐着的也都是牛仔。小白一拍衣服，只留下一道人形的白烟。他来到吧台想喝一杯，老板却告诉他喝酒犯法。小白回过头一看，这不都在这喝着呢吗？老板说他们是法外狂徒。小白一听笑了。 I too have been known to violate the statutes of man. 旁边的大哥一听不愿意了，就这细皮嫩肉的小白脸，怎么看也不像是正经的西部牛仔。大哥不太在意的站起身，露出腰间的左轮。 You're shooting iron work. Appears to do, yes. 这一口也没喝上，小白只好骑着白马来到镇子上转一转。他找到另一家酒馆，楼上楼下全都爆满，但就是有个规定，武器要存放在门口，连小迷你也要一同上交。冷不丁的，还有点不太习惯。小白也没多想，看到牌桌上一人刚走，他就走过去想玩一把。别人告诉他抓紧看牌，小白拿过来一看，当场就准备弃权，但几人说看过牌就得玩，小白当场就拒绝了。没成想老牛仔违反规定，竟从腰间拿出一把左轮，刚要准备扣动扳机，小白几脚下去后，老牛仔就倒了下去，完事还不忘又唱又跳的，全场气氛瞬间被他点燃。但这时一个人却拦住了他，原来是刚刚老牛仔的兄弟，看到哥哥被杀，直接挑战小白中门对狙。在西部嘛，这种事也很正常。小白笑嘻嘻地站到了对面。 Are you ready? Ready? Are you set? Set! Do you need a count? Listen! Hard to trigger with them other fingers, but. You can't be too careful. 看对面还想用左手掏枪，小白拿出了一面镜子，他的6响枪还有1颗子弹，心脏在左边，但镜子里在右边。小白又是背对着他，面朝同一个方向，所以就这样，牛仔倒下了。小白刚要开口唱歌，但不远处却先他一步传来歌声。年轻人说他叫小黑，要挑战小白来证明自己。这样的人，小白见过的太多了，但这一次对方却提前说话。 You need a count? No, sir. 小白眨了眨眼，怎么回事？只见小黑枪口已经散出一些白烟。小白把帽子摘下来一看，果然前面有一个窟窿。调过来一看，后面还有一个同款。他拿出镜子一照，完蛋了。小白背后伸出2只小翅膀，手里的吉他也变成了小竖琴。他边唱边感叹：这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但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接下来的反转会更加的有意思。第二个故事打到锅了。 1小时前，牛仔来到一处荒原，他斜眼一看，附近除了一座枯井，就剩下这孤零零的一家银行，于是走了进去。今天就抢他！银行里除了一个老头，再没其他人。牛仔一步步走了过去，掏出腰间的左轮对准了他。老头只好举起双手，说钱都在下面的柜子里。牛仔走近，一直盯着他。 等牛仔回过神的时候，老头早已经跑了。他翻进来一看，这老头果然不简单，底下早已架好了3把枪。他也没多想，直接打开抽屉，抢走了全部的现金。可是刚跑出银行，牛仔就被一声冷枪打倒。他连忙跑到枯井后面躲避。可当他抬头一看的时候，老头前后背着4级甲的平底锅，对着牛仔就冲了过来，当头一棒将他打晕。再次醒来时，自己已经被挂在树上，胯下骑着一匹马，面前是一群审判游侠。他们问牛仔是否需要辩护。牛仔想了想 That pan covered son of a bitch back at the bank don't hardly fight fair in my opinion. 没错，牛仔不服，游侠们也不多说，就要准备动手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土著冲了过来，可能是跟他们有仇，二话没说，当场全部解决。看牛仔被挂在这里，首领慢慢靠近，牛仔以为有救了。首领就是逗逗他，然后掉头就走了。牛仔独自被挂在这里，这一挂就过去了半天。这马也饿了，顺着地上的草就一路往前啃。可再这样下去，牛仔就真的挂了。这时他回头一看，不远处有人赶着牛群，他连忙大声呼救。那人正好听见，终于得救。可这人似乎不太靠谱，一枪下去后，
出于感激，牛仔跟他一起放牛。可这时远处来了一群人，男人一看掉头就跑，而牛仔站在原地发懵。可转眼他就再次的被抓了起来，理由是偷牛群，人赃并获。牛仔想解释，但根本不让他说话。就这样，他再一次被吊了起来。旁边老头害怕他一直大哭，牛仔却笑了笑。First time. 反正不是第一次被吊，已经习惯了。这时他看见下面有一个漂亮女孩，一身蓝色碎花裙。牛仔想，这次要是活下来就追她，也许这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女。 There's a pretty girl. 没错，她死了。这一次没有任何意外。事实证明，不是每一次做坏事都会有人前来救你。但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的更加精彩。第3个故事，计算机。 18, take away 7. 11! Oh! 1个月前，老牛仔来到一座小镇，他贴上一张海报，打开后面的车板，放上一个小凳，摆放2个油灯，这简单的舞台就搭好了。画眉是一位失去4肢的艺术家，声音好听，故事有趣，一老一少行走在各个小镇，每一次都座无虚席，因此也赚了很多钱。老人和他相依为伴，对画眉非常好，喂他吃肉，把他撒尿。但天气越来越冷，观众也是越来越少，大家已经听够了画眉的故事，这一场下来都不够买顿肉的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于是老头决定去城里闯一闯。他先背着画眉到旅馆休息，可刚要开始，一回头看画眉比较尴尬，于是老头把他转了过去。没一会儿，老头完事了，又把画眉转了过来。胖姑娘问小哥需要吗？老人说算了。画眉继续开始表演，但这一次只有3个人，整场下来颗粒无收。老人刚要收摊时，回头一看，不远处非常的热闹，走近才发现老板在介绍这只算术神机。观众看了后都大声欢呼。老人明白了，不是观众少，是画眉的节目没有了意思。于是他花下重金把这只计算机买了回去，还买了一袋鸡饲料，像亲儿子一样照顾他。画眉看了看，感觉自己多了一个兄弟。就这样，一人一机开始上路。老人在大桥边停了下来，他走过去看了看，然后搬起一块石头扔到河中，测了一下下面的深度。画眉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见老头背着小手，笑嘻嘻地走了过来。到这里，画面就黑了。大雪中，马车还在赶路，但曾经的车上只剩下那只算术神机，而画眉竟不见了。对老人而言，画眉只是一个工具，对他好是因为能赚钱。可当他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一只鸡就能轻松地替代他。即便画眉有文化，但最后一样会被无情地抛弃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4个故事，黄金谷。老人经历了1年4季，终于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挖到了黄金。他扒开沙土一看，竟然是一座黄金矿，然后激动地开始颤抖大笑。可这时一道影子闪过，老人收回了笑容，他知道自己还是被盯上了。但他真的死了吗？时间回到1年前，老人是一位淘金客，他看着远处的山脉，觉得这里可能会有黄金，于是他挖了一盆放进盆里，再用溪水一点点过滤，凑近仔细一看，果然有2粒金沙，看来真有黄金。换个位置再来一敲，这一次一点都没有，方向应该是错了。老头沿途做好标记，然后来到另一边，这一次7粒、12粒，继续测试5粒、3粒，直到没有。老人已经确定好位置，接下来他要开始正式寻找矿藏先生。白天不断的寻找矿脉，夜晚就在溪水旁风餐露宿，甚至做梦都能笑得以为找到了黄金。饿了就钓个小鱼，偷个鸟蛋，鸟蛋有4个。老人心想今天可以改善下伙食，但抬头一看，对面树上有一只猫头鹰，完蛋了，被抓个正着，只好一个接一个又放了回去。但仔细一想，就拿1个吧，反正鸟也不会算数。完事悄悄地爬了下去。今天的午餐1鱼1蛋，这已经是几个月以来最丰盛的一顿午餐了。接下来日复一日，又过了半年，老人已经确定了黄金矿的位置，应该就在这里。这一次他一直挖，不久后发现了一颗小金豆，已经值得自己收藏。继续挖，找到一块石头，砸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黄金，终于找到了黄金矿。他放声大笑，浑身颤抖，但那个人影出现了。老人摇了摇头，就这样倒下了。小伙也很警惕，一直盯着一动不动的老人，甚至在土坑边观察了很久，这回应该死透了。可当他跳下去的时候，老人趁机绊了一下，顺手夺过左轮，一枪把对面打倒。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 You faceless cunt! Camping on my trail! Let me do all the work! Shoot me in the back!
老人来到小溪边清理伤口，还好没有打到重要的器官。在休养了一些日子后，老人挖出了2袋黄金矿石，然后把小伙扔了进去，这里成为了他的坟墓。老人拉上小毛驴，背上黄金，哼着歌离开了这里。小溪还是那个小溪，草原也依旧是那个草原，只有这些土坑见证了曾经的不太平。这里的小伙想要不劳而获，甚至还想省一颗子弹，但换来的结果只能是命丧于此。故事没有停下，精彩仍在继续。第5个故事，意料之外。小美和哥哥跟着车队准备穿越这片荒原，但哥哥在夜晚被旅客的霍乱传染，早上起来人就没了。小美也不知该怎么办，好在有人帮她，是车队的小帅和老亚瑟。小帅将他哥哥埋在了这里，然后继续赶路。一路上，小帅对小美很照顾，但是这天哥哥留下的小狗一直汪汪叫，遭到了沿途旅客的投诉。没有办法，在经过小美的同意后，小帅准备将小狗处理掉。小美担心地捂住自己的耳朵，而小帅回来告诉她：“你哥哥的狗跑得真快，没打中，让他溜了。”小美听后长舒了一口气，非常感谢小帅。这一来二去，两人互相产生好感。这天，小帅决定向小美求婚。他本以为自己太仓促，没成想小美竟然直接答应了。他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，但事情总会出现意外。第二天，老亚瑟发现一圈脚印，打听后才知道是小美骑马跑了出去。在这个年代的西部，危险无处不在。老亚瑟来不及通知小帅，就骑上马前去寻找，终于找到了。小美抱着小狗站在这里，还傻呵呵的大笑，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。而老亚瑟已经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身影，他连忙上前打着和平招呼，但对方没有理会。战斗要开始了，这附近都是土拨鼠挖的坑，现在骑马离开已经来不及。果然，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群土著。老亚瑟递给小美一把左轮，并告诉她一定要注意看，如果我阵亡了，你就毫不犹豫的自杀，不然被土著抓到的话，那么就会生不如死。小美已经吓得不知所措，而老亚瑟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。对方第一波冲锋，老亚瑟一枪一个，果然西部从来不缺神枪手。眼见失败，土著们整装待发，准备开始第二波冲锋。这一次，老亚瑟知道擒贼要先擒王，可还没等动手，对面的首领伴着土拨鼠的坑，自己先上来送一波人头。手下们一看，老大都倒下了，全都抓紧撤退。老亚瑟以为没事了，但这时一匹马走了过来，他慢慢靠近查看，对面竟然翻上一个人，一榔头将他打倒在地。土著下马拿出武器，明显没有要放过他，刚要准备收割头皮，老亚瑟瞬间就把他给反杀了。危机终于顺利解决，可他站起身走回来一看，小美以为老亚瑟死了，果断选择了开枪自尽。夕阳西下，一人一狗回到了不曾停下的车队。看到还一无所知的小帅，老亚瑟也不知该怎么解释，只能感叹可怜的女孩。后面还有最后一个故事，我们继续。第6个故事，摆渡人。黄昏时分，3个老人坐着一辆马车，一路飞驰，昏昏欲睡。对面的小胡子唱了一首歌后，车里面开始探讨人生，一直到太阳落山。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几人会大打出手，甚至气得老太太哮喘都犯了。一人将头伸出车窗，想要告诉车夫停下，但显然对方没有理他，因为这趟旅途不会停车，这是规矩。还好，没一会儿老太太好了。这时小胡子再次开口，他说每一个人都愿意听故事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因为总是会把我们和故事联系在一起，但有时又不希望人物是自己。他说你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上的车吗？3位老人同时都感到诧异，但现在车已经到站了。他们看到小胡子2人抬着尸体走进了城堡。3位老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不想先下车，但最后全部都要下去。马车再次启程，迎接下一批客人。3人还是推开了大门，面前的楼梯上有着一道光，其中1位老人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走了进去。城堡的大门也再一次关上了。电影到此结束。这部电影叫做《巴斯特·斯克鲁格斯的歌谣》，导演是著名的科恩兄弟。里面有6个反转小故事，这6个故事看似独立，细想似乎还有关联。有人说这代表人的一生，也有人说是人生的6个处境：梦想、野心、现实、希望、爱情、虚无。就像第1个故事中的那句话，你看了牌就得一直打完，无论过程如何都一视同仁。你可以沉默不语，可以喋喋不休，也可以拼尽全力大声呼喊，只不过那个摆渡人的马车不到终点永远不会停下，因为从头到尾这个世界对我们并无恶意，它只是对我们毫不在意而已。如何选择生活，决定权依旧永远在你自己的手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